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你没听过的东西。其实在思考这一期标题的时候，本想选用一个更加惊悚的，不过思来想去还是算了。一方面免得落入标题党的网罗，另一方面尽量恰到好处就可以了。所以制作网络节目的确是一个很烧脑的工作，有时候标题几乎决定着这一期节目的浏览量，但是作为我这类节目来说，内容永远是关键中的关键。总是希望辛苦制作的节目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又觉得看见的人能够有所收获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其实很多题目并不是我故意想出来的，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就是这么想的。换句话说，当我有这一份得着的时候，这个题目就是最适合我自己的。就像今天的题目一样，在我没有听到这些之前，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些东西。如果你向一个佛教徒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跟你说，我们佛教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而你们基督教才不过20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比耶稣大500多岁。基督教其实也称为耶稣教，耶稣基督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而耶稣却姗姗来迟了500多年。这个要怎么和人家解释呢？不仅如此，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方的时候，发现西方哲学的奠基人被誉为西方三圣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都比耶稣大300-400岁。而当我们把目光再转回到我们华人文化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儒家文化的孔子、道家文化的老子几乎和佛教的释迦牟尼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也就是说都比耶稣大500多岁。所以也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耶稣其实是取众学派之所长，结合传统的犹太信仰创立的这个耶稣教。而这个人们眼中的耶稣教显然对于世界的改变是巨大的，以至于那些原有的宗教信仰不得不正视耶稣的存在。曾有佛教记载宣传耶稣年轻的时候曾远赴印度学佛，而后返回犹太家乡传教。还有人说耶稣上十字架后没有死，而是返回印度居住，继续修习佛法。不过日本的神道教也流传着其实耶稣后来去了日本的故事。而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曾经记载，西方神仙体系中2位重要的神仙是童真于玛利亚生子，并放在马槽里，名叫耶稣。相比西方人的理性思维，东方人的悟性思维似乎更加的顽固。我们看到最初除了以色列民族以外的人几乎清一色都是自然崇拜者。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到一些不明白的事情或者超自然的情况，就认为这就是神灵的力量。山有山神，水有水神，世间万物都可能是神灵。比方说主管海洋的西方有海王波塞冬，我们对应的有四海的龙王，诸如此类吧，什么月神、风神、火神、战神等等等等。其实人类的起点都是很相似的，但是走着走着就各不相同了。西方人面对基督信仰采取的是接受的态度，
而东方人面对基督信仰采取的是抵挡的态度。接受基督信仰的西方人可以果断地弃绝自己从前的认知，不会在保持原有的信仰体系的情况下增加一个新的概念。而很多东方人恰恰相反，看一看佛教和道教的做法，我们就明白，他们只是将基督信仰贬低为他们原本信仰体系之下的一部分，承认你的存在，但你比我矮上那么一截儿，或者干脆就像一贯道一样，搞一个宗教全家桶，而我们家就是最顶上的那一块炸鸡。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今天基督徒传福音的阻力是相当大的。曾经有一位基督徒传福音，面对的就是一贯道的信徒，而这位一贯道的信徒对于圣经的故事比这位基督徒还要熟悉。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真的需要努力了。那么说到这里，西方人就没有和我们一样的情况吗？其实也有一些特例，比如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就是一种不东不西的状态。区别于传统的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处在东西方的中间，正如他们的地理位置也是在亚欧中间一样。他们的基督教是把原本的泛神论信仰结合在一起。所谓泛神论，就是什么都可以拿来当作神。这种不伦不类的基督信仰也造成了他们教育中掺杂了很多传统信仰的认知。在俄罗斯东正教所册封的几千名圣人中，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有专门医治疾病的，等等，有着超自然属灵能力的人，其实就是不折不扣地将原本的信仰套了一个基督的外壳。所以当今天基督徒谈起东正教的时候，一定要把传统的东正教与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区分开来。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西方接受了基督信仰，东方一直在拒绝基督信仰，而不东不西的中间地区接受了一半。所以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是距离基督信仰最遥远的一种文化。不要再说那些华人基督徒有特殊的使命，华人基督徒有特别的呼召，这些都是近些年人说出来的，从来都不是神说的。不过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更高更广阔的认知。如果我们结合圣经回来再看这个世界，似乎会有一些特别有趣的发现。当然，东西方同时产生思想大爆炸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东方的释迦牟尼、孔子、老子，西方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这些放在今天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几乎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时代出现的，虽然相隔千万里，却似乎同时点燃了人类的智慧。难道相互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吗？这就不得不提到东西方的中间发生了什么。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灭亡。公元前587年，南国犹大灭亡。也就是这些人类中间的哲学大师们出生的几百年前，以色列人就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了。当外族人入侵犹太地的开始，就实行了残酷的驱逐政策，以色列人开始散居到世界各地。虽然一部分以色列人受到了外族的影响，开始崇拜外族人的信仰，但更多的外族人也被这个敬拜独一真神的民族所影响。
在人类原本的认知中都是多神崇拜，而这个以色列民族竟然说神只有一位，在当时人有限的认知中可谓是脑洞大开。所以我觉得犹太人向世界的分散客观上推动了人类智慧的发展。当然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这是魔鬼撒旦的诡计，是魔鬼撒旦在世间兴起了一系列的假先知，从而达到迷惑人的目的。而神已经先行将犹太人散播到世界各地，将独一真神的思想向外邦人开始传播。当然，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总之，在以色列王国南北国相继灭亡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迎来了人类智慧的百花齐放。有历史学家断言，最早进入中国各地的犹太人就是属于古代北国以色列流亡的10个支派。而在明朝的时候，由皇帝正式授予犹太人7个姓氏，分别是爱、石、高、金、李、张、赵。所以今天应该有很多人虽然长着华人的面孔，其实血液里流淌着以色列消失的10个支派的基因，这真的是很奇妙。说完了这些，我们再来看一看耶稣为什么要晚于这些我们前面提到的哲学家们来到世界。我们先按时间线来捋一捋就知道了。神让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然后东西方同时产生了思想大爆炸，思想的发展促使了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一些国家从蛮族走向了强盛。既然有强有弱，自然免不了强国吞并弱国。如果一个帝国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自然对信仰的传播是有利的。但古代王朝更替频繁，很多帝国存在的时间很短，这个民族来了没多久，另一个民族又打过来了，在战乱中的百姓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顾得上信仰呢？罗马帝国的出现显然为信仰传播创造了很好的基础。首先，经过几百年的前身罗马共和国的磨合，希腊语已经被更广泛的被使用。虽然罗马人使用拉丁语，但整个罗马帝国使用最为广泛的却是希腊语。罗马共和国一直没能广泛的推行希腊语，直到罗马帝国时期，希腊语才成为帝国的通用语言。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这个时期，罗马皇帝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希腊语，同时很多公文也开始采用拉丁语、希腊语双语书写。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庞大帝国有一种通用的语言，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另外，我们来看耶稣传道开始的地方。耶稣是以色列北方人，这里人口混居，语言复杂。有圣经学者指出，耶稣是说亚兰语的。亚兰语作为北方的通用语言，可以与叙利亚、亚述等地区的人交流。同时，耶稣是犹太人，还可以使用希伯来语同犹太人交流。另外，犹太地作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希腊语在这里也是通用的语言。所以这里的人天生就要适应多种语言同时使用的复杂环境。耶稣的12个门徒中11个都是北方人，只有那个出卖主的犹大是南方人。如果门徒之间使用亚兰语交流，而加略人犹大从小以希伯来语为主，别人说话的时候总是听不懂，
会不会觉得很尴尬呢？久而久之，会不会心生不悦呢？当然，以上这一段纯属我瞎猜，大家也不必当真。我们把话说回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耶稣生活的经历和时代背景来说，就传播信仰来说，在人类历史上是绝佳的机会，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更适合的时代了。看一看今天的传教士，为了跨民族传福音，先要学习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数年甚至数十年，结果呢，对于多数人来说依然很难掌握好另一种语言。学习一种语言，喝酒聊天也许容易些，但是聊人生信仰真的是难度太大。对于耶稣那个时代来说，今天的传教士最困难要解决的语言问题，对于他们而言完全不是问题。而后来为了更好地向外邦人传教，耶稣基督兴起了使徒保罗。保罗出生地大树是当时的文化重镇，而保罗是犹太人，也是罗马公民，既是大学者还是法利赛人，所以使徒保罗能够使用的语言很多，和犹太人可以讲希伯来语，与希腊人讲希腊语。他曾经主动请缨去大马士革抓基督徒，那是需要与叙利亚当局交涉的，所以保罗很可能亚兰语也不错。而且后来保罗曾希望去西班牙传道，估计当时的西班牙人主要是说拉丁语的，所以很可能作为罗马公民的保罗，拉丁语也是很流利的。你觉得这些都是巧合吗？我们再把时间线穿一下，犹太人四散，人类智慧大爆炸，兴起了一个大帝国，而且有通用的语言。神亲自来到世上，教导了一群能够熟练使用至少双语的犹太人向世界传教。你现在还会否认这是神的伟大计划吗？神真的是太奇妙了。也许今天的分享从外邦人的角度来说算是脑洞大开，不过对于基督徒来说，也许这就是你应该了解却不太了解的东西。原来如此，我们下回见。